我们看到耶稣上一次是对法利赛人还有律法师还有这些自以为在神国度当中的人，对他们说一个大宴席的比喻，对吧？你们以为你们在神的国度当中，你们可以来享受弥赛亚的宴席，可以进入弥赛亚的宴席，但是耶稣后面用这个比喻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回转你们不悔改，你们如果不真的在基督里认识基督，是没有办法来进入这个弥赛亚的宴席了。所以上一次呢，其实耶稣更多是针对这些已经信主的，或者是说信神的这些犹太人就是主要是指这个相信旧约犹太教的这些那让他们认清楚耶稣基督是谁。而这一次呢，接下来耶稣所讲的内容呢，就是真的针对他的门徒，就是那些真的跟随主的门徒跟那个法利赛人跟律法师还不一样，因为他们虽然相信犹太教，相信旧约，可是他们不信耶稣，对吧？但是今天讲的这些人呢，是相信耶稣的人其实更多呢能够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讲的。我们也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看如何才能做主的门徒。第二个，耶稣提到做门徒呢需要计算代价。第3个呢，就是我们说那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它的价值是什么？那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所以耶稣其实他从一个这个让我们从我们的这个理性的角度来去分析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跟随主，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最后得到的又是什么呢？那这个是耶稣在这个第14章最后我们就把第14章就讲完了。所以我们来看，有很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耶稣讲完，我估计很多人都不愿意跟他了而且路加在这里用的词非常的这个有点感觉很极端因为马太福音也论述这一段内容。马太所说的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爱我若不胜过爱我的父母，可是路加在这里用的那个字是什么？你看那个括号里面其实有讲的那个原文是什么？恨。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若不恨你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和姐妹还有自己的性命，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想一想，如果你当时跟随耶稣，你听到耶稣这样对你说，你会怎么样的感受？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是说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在这里呢路加特别讲的是不能，意思就是说你连跟随我这个可能性都没有，你不能跟随我，你不能做我的门徒，不是配不配，你不能。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怎么想？耶稣有没有搞错是不是？你有没有搞错？你让我恨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弟兄姐妹，恨我自己的性命吗？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怎么想？耶稣是什么意思呢？那后面他又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路加这里用2个不能，就表明了跟随主这件事情本身是一种非常极端的选择。我们现在觉得信主好像是信主有好，你信耶稣得永生，对吧？信耶稣有很多很好的福气，好像这个我们唱歌也这样唱嘛，信仰的门大打开大家都可以来信。可是耶稣却把做门徒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严厉，而且是一个让人听了之后非常刺耳，觉得很难去跟随的就是感觉这个跟随主怎么这么样的一种极端呢？让我要撇下我甚至要恨我自己的生命所以这里我们要好好来看这一段经文到底是在讲什么意思。首先呢，我想问大家，当耶稣说你恨的时候，这个里面的恨是不是我们就是我们人平时讲的我恨你这个恨呢，就是说我讨厌你，是不是我看到你就恨你是不是这种恨呢？那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记录我们该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呢？对待我们的家属有没有呢？
是怎么记录的呢？比如说我们看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啊，这个保罗他说，你如果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啊！不看顾自己家人的人更是如此。当然，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怎么顺服丈夫，对吧？丈夫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自己舍己。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特别把他的母亲玛利亚交托给了约翰，对不对？特别就因为他定死了嘛，他要离开了，他没有办法照顾他的母亲啊，所以他就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哈。”然后他就这个后来接下来就提到约翰从此就把玛利亚接到他家里面去了哈，就是去照顾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些经文呢，并不是我们理解的。耶稣在这里说，你要恨他们，你讨厌他们，你不喜欢他们，你跟他们断绝来往，对不对？好像这并不符合圣经其他地方的一个教导。那么这里，当耶稣说你若不恨你的这个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在这里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要重新的反思，当耶稣讲这个恨的时候和讲这个爱的时候，到底是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在听耶稣讲爱讲恨的时候，我们说爱主，我们要爱神，我们很自然的是从我们个人的情感、个人的经验里面去说，哎呀，我爱主，这个人我们要怎么爱神，对不对？就是我有一个经验，是我爱一个人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孩子，爱我自己。那呢，现在耶稣说你也要爱我，爱主嘛。那好，我就说，那我也爱主，就像我怎么爱我的人间的爱吧，可以这样理解哈。我们去爱神。可是你发现，在圣经里面呢，当耶稣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尤其是后面他对彼得说你爱不爱我这些事的时候，3次问他，对吧？这个里面他在讲爱的时候，包括这里面讲恨的时候，他并不是我们人间的爱所理解的所认识的这种爱和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人来的爱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不完美的，或者是一种自私的爱。我们爱来爱去，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还是下地狱。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信主的人，他们爱不爱人呢？他们爱不爱自己的家人？爱不爱自己的妻子丈夫、儿女、兄弟？爱不爱自己呢？他们也爱，可是他们彼此相爱，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能让他们上天堂吗？能让他们得救吗？他们的爱能帮助他们能够讨神的喜悦吗？不行。所以人间的爱，你再爱，再怎么爱，爱得死去活来，最后对你的生命，其实到最终从这个终极的目标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最后你的结局还是一样灭亡。所以我们从人所发出的爱，从神的角度来看，你根本就不是爱，可以这样说因为你的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帮助你。那你说这样想好像有点极端，可是你仔细想一想，我们说神就是爱，对不对？当我们说神就是爱的时候，如果你不信神，你不在神的里面，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有这种爱。那我们的爱都是一种扭曲的，一种自私的一种被罪所玷污的，没有办法拯救我们的爱所以在这里讲到爱和恨的时候，耶稣其实所讲的并不是从人间我们的爱所理解的我讨厌这个人，我恨他你看耶稣，我现在跟你了，因为我特别恨我老婆我遵循你的教导了那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圣经里面讲了这个爱和恨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层面，它是在讲一个优先，它是在讲一个生命的优先级那当然耶稣讲这个爱和恨这种对比的时候，也是很像这个就是说希伯来文化的这种讲述的时候，你看诗篇里面它有这种对应光和暗的对应这种二元论爱和恨的这种对应，它是有一种这种修辞的手法，但同时它也特别强调的，它是一种生命的主权。所以在神那里面，我们讲爱神的时候，并不是说我用我人的这种爱来去好像说我怎么爱我自己，我怎么爱我的家人朋友，我就怎么爱神我就以为我在爱神了我可以这样说吧，我觉得我很爱神，我为神做了很多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爱我的孩子，爱我的家人，我就是为他做很多事，这就是我表达爱的方式。那我为神也是这样。但是从圣经的角度，当耶稣在呼召我们爱他跟随他的时候，
其实他的这个爱更多是在讲一个优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需要把你的生命的主权，把你生命的优先放在神那里。就是说你首先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在你的生命当中谁排首位啊？那当然是神排首位了，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的父母、你的妻子、儿女，包括你自己，都不能放在你生命的优先。你生命的优先是主，也只有主才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排第一的那一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当神跟我们当神讲到爱的时候啊，可能并不是我们人所理解的这种情感上的这种爱，它更多的是一种生命的降服、生命的顺服啊。然后呢，听凭神他的这个旨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耶稣的意思呢，如果我们再简单一点说，就是说，如果呢你不把你自己的你不把神放在你生命的首位啊，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你不把耶稣放在你生命的首位，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也就是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你的生命的主权、你的优先已经改变了。以前是以自己为核心，以前是以我的家人、妻子啊，或者弟兄姐妹为核心，现在你是以神为核心。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以基督为优先，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后面有进一步的解释，这个什么叫爱我啊，这个不爱我胜过，或者是什么叫做恨啊。所以在这里他其实有进一步解释前面一句话，就是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你看到没有？耶稣把这个对神的爱，什么叫真正的爱神？如果我问你说，神怎么认为我们爱他呢？啊，就是你背着十字架跟随他。那什么又叫做背着十字架跟随他呢？后面我们会特别讲耶稣他又进一步解释，他说你要撇弃一切啊。那这个十字架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一提到这个概念啊，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是一个就是这个背十字架就意味着要走向死亡之路，对吧？就是死，这是当时的死刑啊，是吧？啊，什么意思呢？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舍己嘛，对不对？你要舍己，你要把你自己的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deny yourself， 你要把你自己的这个己放在耶稣的主权之下啊，跟随他，就是要背着十字架，就是要舍己啊。如果我们不舍己的话，如果我们还是以我们心中的宝座上做的还是我自己的话，我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是以我自己的想法啊，我的感受啊，我的评估啊，我的能力都是以我为出发点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做主的门徒。所以跟随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放下自己，要舍去自己，甚至是一种极端的舍己，就是说我就完全放下所有的跟我相关的这一切啊。这也是保罗他说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背十字架不仅仅是指受苦那么简单，它是一个舍己的过程，它是一个主权转移的过程。从前我作为我生命的主，现在呢，基督作为我生命的主啊，所以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耶稣就继续讲了，他说啊，这个在路加福音第9章其实他已经提到过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什么叫背十字架呢？刚才我也提了，保罗说了，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仍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循环，就是耶稣亲自为我们展现了，或者是说为我们走了这条道路。他首先舍己了，他为我们先舍己，而且他舍己是跟我们舍己那个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舍己，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你看，我们说神爱我们的时候，或者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这个爱到底是什么？是我们人间的你这个你爱我，我爱你吗？你发现不是这么简单哈。神表达他的爱的时候是怎么表达的？他为我们舍己，他为我们甚至把他自己放下了，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这种舍弃和我们的舍己还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舍己，我们这个己本来就不好，
是吧？你舍你就舍，本来你也该舍，对不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好那个的？可是耶稣不一样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完美的己，可是他却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把他自己舍去，他甚至甘心与父神分离，对不对？这个是很难想象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保罗特别是把这个神的爱和他的舍己到这个舍己就展现出什么？十字架嘛，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所以这也是耶稣呼召我们同样的在做他同样做的事情，就是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为我们舍己，展现了神对我们的爱。如今耶稣说你要跟随我，要爱我，怎么展现你对我的爱呢？怎么展现我们对神的爱呢？就是像耶稣一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同样的舍己跟随他，这样才是真正的对神的爱。所以我们一个人呢，说一个人爱神展现在什么地方就是展现在他对自己有多么狠，是不是？但对自己到底舍了多少，就表明了他对神有多少的爱所以保罗才会说这句话，我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也是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使我们每一个人活着都像基督一样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是为基督。而且在路加福音第9章这里面的时候，他讲到背十字架的时候，前面你看还有2个字说天天，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所以背十字架不是我信主的那一刻我背一下就放下了，而是每一天我们怎么展现出我们爱神，每一天都在舍己我跟你说舍己不是舍一次就好了吗？其实不是舍一次就好了如果舍一次好了就好了，但问题就是每一天都得舍，就表明这个己太强大了，是不是？今天舍了，明天又跳出来所以这个功课，我们要舍己的功课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每一天每一时刻都要去做的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己，那个老我就是说那个从亚当来的那个原来有罪性的这个我他是不甘心被舍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人，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因为那个自己你要把它舍去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不甘心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经常有2种声音，对不对这个其实心理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为什么会有2种声音呢？是不是一个说你要舍，一个说不愿意？那到底哪个是我为什么我在征战，然后好像你是中立的，你在看到底他们2个争到最后谁得胜了，是不是我就变成了那一个被得胜的人那我就这是很复杂的事情。所以保罗也在说，为什么我心里面有2个律在征战，一个我想行的义我行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事我都做出来，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从亚当来的这种罪性，这个老我他没有死透，他经常的这个在我们里面作怪，而圣灵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愿意背十字架，愿意跟随主可是经常我们听谁的声音呢？可能听了老我的声音我们就跌倒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征战，一直到耶稣再来我们都要征战，都要舍己，天天的背十字架。所以不是你决志祷告的时候你就说我就已经背十字架了，我就好了，而是每一天持续不断的，一直到耶稣再来。所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每一天我们没有哪个人说我做主的门徒我就已经做得非常好，跟得很好了，每一天都要跟随主。然后耶稣很有意思他特别讲了两件事情讲到这个做门徒要计算代价他从这个理性的角度来说服人说，你们盖楼的时候你要不要计算花费呢？要不要盖得成功呢？你开了工不能完工，对吧？那你这不是白费力气吗？如果你去打仗，一个王跟另外一个人打仗，你是不是要首先想一想你的人少人家人多你能不能打得过呢？打不过你就求和嘛，对不对？好，所以耶稣讲了这个时候其实是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觉得是很 make sense， 对吧？我做事情我是不是要计划？我是不是要计划代价，我能不能做得成？做不成了我是不是想其他办法再说，对吧？所以耶稣其实用这种办法就问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你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你有没有计算过代价？然后耶稣到
最后当然就把这个代价讲了。那代价是什么呢？撇下一切所有的这个就是代价。好，那刚才我们又讲了这个爱神讲到什么是真正的爱神那耶稣进一步的解释就是背十字架是舍己。那怎么舍己呢？什么叫做舍己呢？其实在这里就更具体的说，就是这个代价。什么是叫撇下一切所有的？好，那这个撇下一切所有的我们怎么解释呢？就是把我手机扔了，把我房子卖了，把我东西都不要了，这个叫撇下一切所有的，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想耶稣什么意思你撇下一切所有的吗？对不对？你有什么？你有什么嘛？你现在你有什么你都撇下是不是？所以耶稣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这一段里面也讲，他说你如果想要得着你的生命，为了自己得到生命，你会失丧生命；而为我失丧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所以这里面讲到撇下一切的时候，跟刚才他讲那个得到生命和失丧生命是很像的，就是当你想靠自己的办法去抓，为我自己这个老我就是这样嘛，对吧？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为自己去抓的时候，你忘记了在你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更高的势力、更高的力量，那就是神在上面，他来决定你到底有还是没有，对不对吗？你为自己的生命抓了很多东西，结果到神那里呢，一审判什么都没有了，那你不是白搭嘛，对不对？可是当你为了主这个耶稣说为了主撇下生命的，却可以得着生命。为什么？因为那个得和失最终不是靠我来决定的，是靠神来决定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后面有一个有一个更大的更高的力量在背后告诉我们说，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而神给了我们一条出路，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生命，你想成主的门徒，你想得到这个神给你的祝福，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撇下你自己的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神的国跟这个世界的国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了所以你想要得到生命，你就要怎么样？先失去生命。这就是耶稣说的，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是不是所以在人看来是说那都死了怎么呢？但是在神的这个他的旨意当中，他就是要让你先死后生，他就是要你先撇下你所有的一切，你才能够得到神给你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这个就像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一样，就是这样的。它如果不先死了，不先退下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变成蝴蝶所以我们老的生命如果不死，我们就不能够承受神国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得死，死了以后呢，神要给我们一个什么复活的身体，你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被罪所玷污的这个身体，我们这个生命是没有办法承受永生的。我们会死，会生病会变老，会变丑，会这个有眼泪，对不对？可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让我们知道说那个身体就像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一样，是可以承受永生的，是荣耀的，是不朽的，是永恒的，对不对？所以你不撇下这一切，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神来给你的祝福。而这个撇下其实还是我刚刚讲的，它跟那个背十字架舍己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你要放下你生命当中的一切的主权，一切所有的主权，不是让你字面意义上的我把我的东西扔了，把我的钱也扔了，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要撇下你生命当中的主权，你所有的一切都听，现在都是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了，对吧？基督是我的主了，我所做的一切都在基督的掌控当中，这就是一个代价。舍己就是我们跟随主的必须的所付的一个代价，而这个表现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这个里面所有的不仅是物质的所有的，包括你很多的一些想法，你的情感，你的情绪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所接受到的很多的价值观，这个世界在追求的东西世人在追求的这些东西，有些时候可能你也要撇下
所以这个撇下所有的耶稣讲的其实是很模糊的，他并没有具体的说你把你的钱都撇下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一切。那你说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当你真正愿意为主舍己的时候，当你面对这样的一个需要舍己和撇下的这个时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该怎么撇下，而不需要我告诉你你要撇下。因为当你真的连舍己都可以做到的时候，那么这些真的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不需要别人告诉你怎么做不然你的这种别人告诉你怎么做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被逼的感觉，我是被逼着被撇下的可是神希望我们跟随他是心甘乐意的，不是被逼的，对吧？我们撇下一切，我们舍己，我们背十字架，不是说我心不甘情不愿的，而是我真的是愿意这个为主所摆上。这个就是计算代价。但你说不对这代价计算了只讲了一半呢，我只是计算了我付出的代价，那我得到什么呢？是不是？那我也得就像刚才讲的盖楼，对吧？我计算好了代价，我楼盖起来了呀，这个代价值得付上，是不是？那我现在舍己都舍完了，那我得到什么呢？我如果什么也没有得到，那这个代价不划算，我就不跟耶稣了所以耶稣才说你要计算代价，你看一看你所付上的代价和你所得到的，到底你觉得划不划算？是不是？你要觉得这个是划算的，那你就付这个代价；你要觉得不划算，那你趁早就不要跟随耶稣那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意思了。那我就想问大家来说了那你觉得我舍己了，我背十字架了，我一切都撇下了，跟随主了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其实门徒就问过这个问题。当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完这一切的时候，门徒马上就说：主你看我为你都所有都撇下了然后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撇下房屋或者是兄弟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又讲一遍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简单来说，神给我们当我们付上代价跟随主的时候，神用什么来回报我们？他说今世得百倍不仅仅是来世得永生所以也就是说，耶稣的意思是，当你来信主跟随他的时候，当我们付上这个代价撇下一切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在今生的时候就可以经历到神丰丰富富的祝福，这是属灵的祝福那保罗也说，他说我现在受这些痛苦，对吧？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当然这个将来就是讲到来世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也在做一个比较的工作，对吧？我现在为主付上了这些代价，我还受逼迫，我受委屈，我受凌辱，但是呢，保罗看到了那将来的荣耀，他说跟那个相比这点代价不足介意。感谢主，这就是一种天国的眼光，就让你看到说原来我在这个世界所受的苦，为主受的这一切可能在我老我来看，我好像是委屈了，我好像付上很大的代价，我好像这个为了主又放下这放下那可是跟主在将来所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相比的话，真的我们在今生这几十年所付上的代价，跟那个在永恒当中的荣耀真的是不足挂齿，不足介意的。保罗说你是不足介意，也正是因为这种天国的眼光，他愿意在今生的时候为主来受苦，对不对？如果从世人的角度，他原来做法利赛人做得很好，对吧？也不需要受到逼迫，人上人，对吧？有身份有地位，也可以，他可以过一个，他也说我可以像这些门徒一样，对吧？我可以像那些，我也可以娶老婆生孩子，我也可以有自己的家庭我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我为什么现在这样为主受苦呢？因为他计算代价，他发现这一点为基督所做的跟他将来基督所给他的不足介意的。感谢神。所以你就想到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如果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想这句话就是这个计算代价，
就是说啊，我如果不跟随主，我可以得到这个世界的一切荣华富贵，我去努力，我去工作，我去赚钱，我做了所有的一切，可是最终你所承受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失去了这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在永恒当中你失落了呀，你要承受永远的刑罚和痛苦。所以耶稣说，如果你就算赚得了全世界，你赔上自己的性命，值不值得？所以从耶稣的角度来说，他所给我们的永生，他所给我们这个荣耀，才是我们这一生用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换来的，那才是对我们来说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对不对？你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你过得再好，如果最后永远的灭亡了，那你这个人生几十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那永恒的价值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活着如果没有对未来对永恒的盼望，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就比世人还可怜。因为一方面我们在世界又受了痛苦，一方面又没有永恒的盼望，那你不是两边都没讨好吗？是不是？那还不如你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就吃吃喝喝快乐吧，反正明天要死了，对不对？你还不如能享受一天是一天。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盼望，真的相信永生，真的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真的相信神在未来给我们荣耀的冠冕，那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这一切真的都不算什么。其实我就想到这个摩西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11章讲到信心伟人的时候，特别讲到摩西。他说摩西的原来他是法老的女儿，对不对？是王子，他在那个埃及那是真的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对不对？那摩西也学了埃及一切的文化知识，他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可以过得很好。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说什么呢？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受苦，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然后接下来希伯来书作者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望所要得的赏赐。这句话我觉得就很好的总结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就是摩西他为什么放下了埃及的这些财物但埃及在当时那可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帝国，那个时候留学肯定都要去埃及的，是不是去学怎么盖金字塔，是吧那在当时最富有最厉害的一个帝国，他是王子，可是摩西放弃了这一切。然后希伯来书作者说，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受凌辱，他看这件事情比埃及的财物更加的宝贵。目的是什么？他想要得着天上的赏赐。所以你看摩西很聪明的，他知道他所放下的只不过是埃及的这些财宝而已。现在谁想去埃及留学呢？没有了，对吧？埃及还有啥财宝？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过去了。可是摩西在天上得到的赏赐是永恒的，对不对？感谢神，这是聪明人，他计算了代价他在那个时候他知道神给他的赏赐所应许他的在天上的赏赐是远远超过他在埃及所得到这些财宝，所以他说他愿意这个为基督所受的凌辱，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然后他就因着信离开了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句话，看见不能看见的主，这句话就叫做信心。不是你能看，就是他真的看见了，但是看见的是看不见的东西别人看不见了，但你看见了，这叫信心。所以你说哎呀，上帝是不是忽悠我？哪有什么财宝在天上？谁死了之后谁知道这个以后怎么样对不对？你就是就像那其他那佛教也说你都上西天了，是不是？那一穆斯林还说你这个对吧？圣战而死的天上有72个处女等着你了，谁知道真的假的？你忽悠我，让我现在为你做牛做马，是不是？对不对？那些宗教也是这样说的你为我怎么样，那不然就不会有这些恐怖分子他们不怕死，是不是？所以你说那我怎么知道你耶稣讲的真的假的我怎么知道你讲的真的假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死的那一刻发现，哎呀，人死如灯灭，什么也没有了，
根本没有耶稣，也没有天堂，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办？你这一辈子不是亏了吗？你的代价不是没计算好吗？是不是？怎么办？我问你们呢，怎么办呢？所以你看我这里没有放这个经文，所以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呢，我从父那里来到这个世界当中，然后我现在呢要从这个世界我要回去，我回去呢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因为我在我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我去是为了你们而去的。耶稣在这里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讲，哎呀，这个要受苦，他背十字架，要舍己，他也为我们这样做。可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跟其他的人的这些宗教给你的虚假的应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问耶稣说，你凭什么说，哎呀，以后有永生，我可以到天堂那里去，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对的呢？耶稣说什么呢？我就从那里来的，我是从父那里来的。我告诉你，我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我从那里来的，我来到世界当中，我现在要回去。所以耶稣并不是跟我们说，这个如果有人问说，你说我信你可以以后上天堂，你有没有去过？你问问释迦牟尼他有没有去过西天？你问问这个穆罕默德他有没有去过天堂？告诉你说，我告诉你，我在天上看到有72处女等着我，我先告诉你是真的，有没有呢？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曾经去过神那里，然后回来告诉你说，我告诉你那里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可是耶稣说，我就是从那里来的，而且他用他的死而复活来展现出说，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复活？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我们能战胜死亡？是因为耶稣在历史上他的死而复活的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向我们表明了他战胜了死亡。他不是给你说的，他不是给你一个虚假的这个应许。他说他可以战胜死亡，他亲自的去死，他亲自的用死亡来打败死亡。他死里复活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下个月要过复活节，对不对？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他不是给你虚假的。如果人告诉你说你信我你就可以复活，结果你发现他死了，他就死了，他都没复活，你怎么能相信他？可是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呢？为什么相信耶稣讲的东西呢？是因为他亲自做到了，他用他的神迹，他用他的死而复活，他用他的言行举止向我们展现了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说，我就是从父那里来的，我告诉你，我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我会带你们去所以这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就像我之前举的例子一样，对不对？我说你如果去一个地方去玩，别人问你说你去过那个大瀑布很好玩对吧？你告诉我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你就可以告诉他怎么做攻略，在哪里怎么样，因为你去过那里。可是如果你连去都没去过那里，你在描述的时候呢，那你的这个可信程度就大打折扣了，对不对？所以耶稣为什么我们说可信？为什么比这个什么伊斯兰教或者佛教其他宗教可信？是因为耶稣他亲自的从死里复活，向我们展现了他所说的都是真的，这是一个可信度这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也是经过计算代价的。为什么不信穆斯林不信伊斯兰教？为什么不信佛教你为什么信基督教对不对？你算过代价了，你计算过了，到底谁讲的对，是不是所以做门最后一点点那第三个就讲了做门徒的这个价值，还有这个结局。那耶稣呢就对信他的犹太人是这个他继续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用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所以耶稣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就讲，你做门徒如果你不好好做门徒，如果你本来是做门徒应该为主做光做盐，结果你失了味，没有用了，怎么样？丢在外面。这个是这个语言丢在外面是一种审判的语言，是说如果你不来做门徒你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灭亡，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这个跟随主的结局我们怎么样才是能够做光做盐呢那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里面的上下文当中他都有提到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所以在这里，耶稣到最后的时候，他把这件事情聚焦在什么地方呢？就讲了盐又若失了味嘛，这个到底在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如果愿意撇下自己跟随主，有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活出这个盐和光的作用，就是遵行神的道，遵行神的天父的旨意。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跟随主的，是真的门徒所以信主不仅仅只是头脑当中的信，我们的行动非常的重要。跟随主是一个动作，不仅仅是心里面降服他，更是你的这个行动展现出来那才是这个遵循神的道的人，才是真正的主的门徒。好，最后我总结了，第一个，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呢，需要撇下一切。这里的撇下一切，是指生命主权的一个转移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自己所有的一切放下，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那这个跟随主的方式，就是背起十字架，舍己，这也是展现我们对主的爱的方式那同时呢，我们相信我们跟随主，他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跟随他所付上的代价和神所给我们在永恒当中的盼望和旨意相比荣耀相比那个真的是不足一提所以我也希望这段经文再一次的鼓励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如果遇到一些困难和艰难，我们要想想摩西曾经所说的这些话我们所望的、所盼望的是在天上的赏赐，也正是因为要得到这个天上的赏赐，我们愿意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这个世界一切的都更加宝贵。我们一起来祷告。